第330章托付。房间中大笑声缓缓消散，感应着体内那股无比充盈的力量之感，萧炎嘴角噙着一抹满意的笑容，拳头缓缓紧握，浓郁的青芒迅速地覆盖在拳头表面，青芒暗晕，锋芒渐现。双脚略微张开，萧炎脚掌猛然一踏地面，身体犹如移形换位一般，瞬间出现在左面1米左右的位置，拳头夹杂着一股令人呼吸一滞的强悍劲气，狠狠地砸在了面前的一根巨大的房柱之上。砰！巨声响起，木屑横飞，萧炎微偏着头，望着那居然直接从房柱中穿了过去的拳头，轻声笑了笑，缓缓地抽回手臂，留下一个空洞以及几道深深的裂缝在那房柱之上。手掌略微曲卷了一下，萧炎手指略弯，淡淡的青芒在指尖处弥漫着，片刻后手指轻弹，青色劲气犹如利剑一般脱指而出，旋即砰的一声将桌面上的一个花瓶震得粉碎。斗气外放，瞧得破碎的花瓶，萧炎轻笑了一声，到了大斗师这个级别，斗气终于能够离体而出，不再受到身体的限制与束缚，与人战斗更是大占便宜。目光缓缓在房间之内扫视了一圈，萧炎手掌一招，将青莲收回那戒，手掌一挥，一股劲气将窗户推了开来，望着外面那将近下午的天色，略微有些诧异，没想到竟然消耗了这么久的时间。站在窗口，萧炎沉吟了一会，刚欲打算出去，门口处却是传来海波东的笑声：“完了吧？”闻言，萧炎笑着应了一声，以海波东的实力，自然是能够清晰感觉到房间中逐渐回复的能量波动。在萧炎应声之后，房门便是被海波东推了开来，他笑眯眯地环视了一圈房间，旋即目光停在了萧炎身上，眉宇间略微有着诧异，道：“看你的气息似乎到达大斗师了。”萧炎微微点头，他此时刚刚进阶完毕，气息收敛还略有些不完美，因此在海波东这种强者眼中，自然是一眼便能瞧出深浅。看来这应该才是你的真实实力吧。海波东摸着胡须，目光来回地扫视着萧炎，眼神忽然变得有些怪异，眉头偶尔紧皱，如此片刻之后，他方才缓缓地说道。心头轻跳，眼眸不由自主地虚眯着。萧炎盯着海波东，并未说话。哼，我就一直觉得有些奇怪，以你不到20的年纪，就算是从娘胎中开始修炼，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便能够与斗皇强者抗衡啊。海波东摆了摆手，示意萧炎不用紧张，道：“我想你的体内或许是应该存在或者封印着某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吧，而你之所以能够与斗皇强者战斗，想必也正是依靠的这股力量吧。放心吧，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，只是每次都觉得你表面所显示的实力在逐步的增长着，方才有这种猜测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我的猜测似乎有些准心。”海波东冲着萧炎笑了笑，虽然那并非是真正属于你的力量，不过你能操控它，那么即使是斗皇强者也会对你有所忌惮。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拥有力量，那么便能获得强者的尊敬与平等对待，没有人会管那股力量究竟是来自何处以及是否属于你，所有人都只注重一点，那便是你究竟有没有力量。萧炎默默点头，的确，不管这些力量属于谁，可只要谁能够操控它，那么他便是这些力量的主人。而海波东也非常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并不在乎萧炎力量的来源，他在乎的是萧炎在使用那股力量之后能够与他相抗衡。呵呵，刚才出去收到个东西，望着萧炎的表情，海波东明智地将这个话题跳了过去，忽然从怀中取出一张做工古朴大气的云白色信函，在信函表面上会有一朵白色云彩，一把长剑正插在云彩之中，剑气凌厉。云岚宗的。瞧着那特殊的图案，萧炎眉间一挑，诧异的道：“海波东点了点头，扬着手中的信函道：“这是云岚宗邀请帝都一些势力首脑以及强者的请帖。邀请？你应该能猜到，这是因为明天你与纳兰嫣然那所谓3年之约的缘故，云岚宗现在正大肆邀请有声望之人明日到云岚宗。我想，这恐怕是在为纳兰嫣然这个未来的少宗主增势吧。
毕竟如果他胜了，不仅在云岚宗，就算是在外面，声望也会大幅度提高。海波东笑眯眯的道：云岚宗也未免太过狂妄了吧？若是那蓝嫣然输了，丢脸的是谁？那云韵脑门被夹了？萧炎冷笑道：或许这不怎么关云韵的事，据我所知，云韵此时恐怕并不在云岚宗，一切的事务都是云岚宗长老阁在主持。海波东摊了摊手道：不在云岚宗，这3年之约对于纳兰嫣然来说可是一件极为重要的约定，这种时候他这个做老师的居然会不在。闻言，萧炎一愣，愕然的道：似乎自从上次我们在盐城遇见那2个神秘斗皇强者后，云韵与家老头曾经赶了过来。据家老头所说，当日他在我们战斗的地方好像寻找到了点什么东西，然后便是没有回过云岚宗了。我想他所寻找到的东西应该是和那2位神秘斗皇强者有关吧，也只有这种强者才会让得他如此在意了。海波东沉吟道。微微点了点头，萧炎心中略微松了一口气，既然云韵并未在云岚宗，那此行的危险自然是再度降低了许多。不过依我猜测，他应该也快回来了，恐怕就这2天时间便会回到云岚宗，毕竟他对纳兰嫣然也是很看重的，所以完成你那约定之后，尽量不要在云岚宗停留太久，否则他一回来怕是会横生变故。海波东提醒道。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转身望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沉默了半晌，然后对着海波东招呼了一声，便是独自出了旅馆，站在人流汹涌的街道尽头，缓缓地吐了一口气，顺着人流对着米特尔拍卖场行去。在拍卖场中，刚好遇见大厅中巡视的亚飞，两人见面不由得笑了笑，前者遣开了周边随从，萧炎则跟在那随时吸引着全场目光的诱人身影，最后在拍卖场2楼靠窗的一处静室中悠闲地坐了下来。从侍女手中接过茶壶，将之打翻了出去，亚飞亲自替萧炎斟满一杯茶水，然后靠在柔软的沙发座椅上，双臂高伸，忍不住地舒展了一下身子，腰肢紧绷间，精美雍容的锦袍凸显着那饱满的胸脯。明天便要去云岚宗了。玉手托着香腮，亚飞目光透过透明的玻璃窗户，望着下方人来人往的拍卖场，随口道：端着茶杯轻抿了一口，萧炎微微点头。3年时间转眼变过，当年的小家伙也长大了呀。亚飞转过头来，凝视着那张平凡的年轻面孔，片刻后，妩媚的俏脸忽然流露出淡淡的绯红，道：我说，能将他暂时取下来吗？萧炎一愣，略微迟疑，手指沾了点茶水，在脖子处微微浮动着，旋即将一张面皮轻扯了下来。面皮脱落，平凡的面貌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清秀中透着几分斯文气质的脸庞。在这张清秀脸庞上，亚飞还能依稀看见一些当年少年那稚嫩的轮廓，美眸眨也不眨地直盯着那双漆黑如墨的眸子，即使经过3年苦行，却依然是那般清澈。还是现在好看一些，身体略微前倾，亚飞玉手食指交叉，手臂放在桌上，下巴贴着交叉的食指，对着萧炎笑盈盈的道，轻笑着摸了摸这张被遮掩了好久的本来面貌。萧炎也是略微有些感触。云岚宗的事情完了后，你打算去哪？回萧家？亚飞微笑着询问道。会回去一趟，不过后面则会去迦南学院。迦南学院吗？闻言，亚飞一愣，旋即似是想起了什么，轻声道：是去找轩儿吧？有着这些原因。萧炎笑了笑，低头喝了一口茶水，他的并未瞧见亚飞俏脸上一闪而逝的失望。你如今也是米特尔家族掌实权的人，我想若是等我离开后，还想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萧家，这份情日后我会回报。萧炎捧着茶杯迟疑了一下，将这次来寻找亚飞的目的说了出来。虽然在帝都中认识的人中不乏比亚飞更有实力的人，不过他唯一能信任的还是只有面前的亚飞。回报？怎么回报？亚飞明眸流转，笑盈盈的道：拜托的事都还没开始呢，你就想要索要回报了？萧炎哭笑不得的道：
微微撇了撇嘴，亚飞背靠着柔软的沙发，修长的玉腿互相搭着，露出一截雪白迷人的弧线，道：谁知道你这次离开会什么时候再回来？上次一走便是近2年，这次恐怕将会要更久吧。萧炎笑了笑，并未否认，将谈话从这个话题上扯了开去。反正已经将话带给了亚飞，萧炎知道这个聪明的女人会如何做。两人再度坐在一起聊了许久，直到一轮弯月缓缓攀爬上夜空，萧炎方才起身告辞而去。空旷的静室中，一名男子恭敬地收拾着桌面，偶尔间蕴含着炽热的目光会投向那斜靠着玻璃窗的妩媚女人。他很嫉妒先前那位长相平凡的年轻青年，因为他竟然能够与心中的心神这般亲密交谈。靠着窗户，亚飞望着下方那缓缓行出去的挺拔身影，良久后轻叹了一口气，精致的俏脸隐隐有着许些黯然。希望你能胜利吧。翌日，火红的太阳突破了地平线的束缚，一跃而出，瞬间温暖的阳光普照了大地。房间之中，青年缓缓地将脸上的面皮撕了下来，将之丢进那戒中。从此以后，炎萧这个身份可以暂时的隐退了，现在的他叫做萧炎。脱下身体之上的炼药师长袍，一件深邃的黑色袍服让得萧炎那种清秀的脸庞多了分神秘之感。用冷水擦了擦脸庞，萧炎抬头望着镜子中那张略显白皙斯文的清秀脸庞，淡淡笑了笑，右手平探而出，那界光芒闪烁，足有萧炎身高般巨大的黑色锯齿豁然闪现。手掌握上齿柄，齿身翻转，凌厉的压迫劲气在房间中刮起一阵清风，随着一道轻微的声响，巨大的黑齿被斜插在后背之上。拍了拍手掌，萧炎推门而出，行下旅馆，然后没有惊动任何人，踱着不急不缓的步子，顺着街道出了城门，站在城门之外的一处高坡上，抬头凝视着遥远之处，雪白的巨大山峰巍巍而立，隐隐有着剑鸣之声冲天而起。